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角力呀。因为马上啊，这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哦，其实你看这个川普马上就要上任了，所以他的一些准局长啊、准部长啊，纷纷开始对于这个等于说中美关系开始有一些发言。准 CIA 的局长讲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哦，任内将会聚焦这个中国的威胁，因为他被任命嘛，这个15号他去到了美国参议院接受人事听证会的时候，承诺呢，任内会优先聚焦处理中国威胁哦。他说他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更多美国情报的官员，所以用他独特的视角来看，中国无疑是这个美国最大安全的威胁啊。那准国务卿卢比欧呢，更是说啊，中国靠着欺骗取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哇，一个说的比一个更抗中哦。那他的讲法是，中美呢必须要打交道，但是呢，中国不可以享受国际秩序的好处，却不承担责任义务哦。抨击中国是以欺骗的方式来取得超级大国的地位，讲得非常难听啊。那另外还有这个准美国国防部长，这其实他算是这个福斯的主持人啦，那他就是现在变成准国防部长了嘛。他说中国是美国最全面、最严峻的挑战哦。那未来会积极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力量来遏制中国。所以哇，这个抗中牌全部都在这个就任之前全面打出来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拜登呢临别的这个告别演说，他讲到了这科技战呢，美国才是引领 AI 的啊，不是中国大陆哦。但是呢，问题是你看到这些权威机构发布出来的一些专利榜哦，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取得的这个专利授权量的幅度是最大的，前20名当中只有这个2家，这个是大陆的企业，但是呢，它整个授权量的增幅是最高的哦。像是排名第5的是华为，排名第12的是面板大厂京东方。那专利授权的前10名里面，有8个国家专利数量是大幅上升，中国大陆的增幅是最大的，2023年增长了32%之多，但是美国跟台湾都是下滑的。那林毅夫也有提到了，他讲说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预估在2030年到2035年的时候呢，经济规模就会超越美国，所以现在目前增长的速度也都是每年都是持续就是超越美国的这样一个状态哦。那再来2023年各国的 GDP 现在显示出来了，现在德国也超过了日本，中美的差距也是有点扩大哦。因为中国大陆呢 GDP 达到了126万亿人民币哦，换算成美元就是现在是17.9万亿，是位居全球第2的一个位置哦。所以这个对照一下，这个2023年，其实当时的这个数据，现在马上可能眼前5年之内可能就要追上美国，甚至超越美国了。那再来看一下中美的脱钩，美国又再将37家的中企列入了制裁名单。大陆的外交部讲说，你这是在遏制吧，在打压中国。那甚至他们现在还瞄准了造船业，他们说这个是用一些什么不公正的手段吗？他们说这个拜登当局他们现在取得一个结论，中国是用不公平的方式取得了全球海事物流造船的主导地位所以又扣下一个帽子。那中国大陆呢也有回应啊，他们15号的时候，大陆商务部再度发布消息，就又增添了4家美国企业就是在不可靠实体清单当中。那所以这算是一个第一波的反击啊。所以你看，眼看着川普要上任这个中美之间的角力是越来越密集的，这样子你出招，我接招，我再回你一招那大陆的官媒现在也另一方面在释放讯号，哪怕这边你来我往，但是呢，他讲说没有中美合作，这个世界是万万不能的应该要以互惠的精神来推进但是呢，如果这个一方面跟你讲好话，你一方面还就是还要给我来这个施压的话，中国大陆现在也是会用强硬的方式来回击的。那现在有一个新的消息是出来了，密西根大学以国家安全为由，终止跟上海的交通大学的合作，这会是一个脱钩的进行式吗？一个序曲吗？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
对，美国这个国安顾问哈，又重复啊，美国有一些这些学者或者专家的说法，要把台湾打造成一只豪猪。对，那我就想问他一下，他想把台湾打造成一只豪猪，他有问过台湾人愿不愿意吗？我们台湾要不要做个民意？我们想要做豪猪，我们想不想做豪猪啊？对，我们好好的干嘛要去做豪猪呢？做成豪猪是谁获利呢？对不对？那我们台湾，我们最美动物，我们是黑熊啊，不要搞成豪猪啊，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台湾还有很多这些啊很美丽的动物啊，我最喜欢台湾动物就是我们那个台湾蓝雀。哦，哎，你看那个蓝雀，那个蓝真的漂亮的不得了啊！我们要做台湾蓝雀啊，而且我们要做什么？怎么美国人帮我们决定呢？这是不是这个态度有一点点太不尊重台湾了吧？哎，然后要帮我们打造成豪猪，我觉得这些美国人忘记了，台湾不是他的属地啊。那如果说台湾人有愿意说啊，我们很高兴，你是不是把你自己当做美国的属地？你还有没有？你不是要搞独立吗？你不是要搞尊严吗？主权，那怎么不讲了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在这个美国的这些国内一天到晚讲台湾，我觉得我们的外交部都应该要出来要去声明一下啊，说哎，对不起，那个纳瓦尔兹先生，你要把台湾搞成豪猪，请你先问一下我们愿不愿意。哎，你如果是要把美国搞成豪猪，我没意见。可是你要把台湾搞成豪猪，我先告诉你没有这个权利。台湾人要做什么是台湾人自己决定的。我们要做台湾蓝雀，我们要做台湾云豹啊，我们要做这些啊看起来很美丽的动作，我们不想做豪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国家有没有自尊啊？作为一个国家，有没有自己的尊严？有没有自己的什么自信？就是不能让人家随便说三道四。对啊，管你是哪一国。所以呢，要别的国家的话，老早起来抗议啊。我觉得我们那个林佳龙部长啊，不要装睡了啊！这时候你要展现一下我们台湾的尊严啊！人家把你当豪猪了，你都不吭气，你还做什么外长？所以呢，这个国际事务是很现实的，你不替自己着想，人家就把你变成他对他有利的那种很丑陋的动物。那最近这些讲话跟台湾的都是因为美国参议院正在举行听证会，这些都是标准答案啊。对，你要说他不这样讲的话，那还真是令人奇怪。不过呢，也不要太认真。我觉得对我们有侮辱的，我们要好好来澄清一下，绝对不要做豪猪，也不能跟美国人一样。对，然后呢，你那6600亿军购案到现在没有拿到任何武器，这谁的责任？对不对？那从蔡英文到现在，赖清德他有真正去争取过吗？我们的钱呐，所以我劝他们要赶快要负起责任来，付了钱的东西就要拿货。好，来请教杨老师。这几位拜登提名的，他的国安、军事、外交的这些官员呢，我真的觉得其实格局并不高。过去的经历在外交、战略、军事其实真的不太足，也就是自己大概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服役的经验。Rubio 这是唯一参议员转国务卿，但是呢，媒体就已经说了，美国的媒体说他大概最多做1年吧。川普的第一任的第一个国务卿蒂勒斯做了1年1个月，那他们觉得 Rubio 可能更困难，因为川普任命了好多个特使，中东特使、俄乌战争特使，然后呢，这个甚至没有任何责任的特使，那这个特使当然就分掉好多他的权利。那当然他不是他们的老板，因为他们的老板都是川普。那至于其他的几位，我觉得看看他们能做多久吧。那是不是真的代表川普的这个意志？我觉得其实都很难讲啊。那拜登的告别演说，在外交层面，他说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这个马上被人家打脸，因为中国大陆在明天就会公布2024年的一些经济的数据，
可是呢，所有其他的这些信评机构、银行都已经在调高他们过去对于中国大陆2024年去年的经济发展的数据，大概花旗都已经调到5%，然后呢，渣打银行也调到5%，至于其他像是野村还有高盛4.8%，所以光是这些信评机构都已经把它提到，就是说中国大陆明年应该是5%。我们明天看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能够保5%。我觉得去年应该没有问题，重点是今年。那今年我们先看去年他做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去年中国大陆进出口的数字出来了，它出口3.5兆美元，它进口2.5兆美元。各位，我们光看它进口这个2.5兆美元，就不得了的数字啊！可是它出口呢，3.5兆，那顺差多少？将近1兆美元。这个市场多大？这个制造业这个出口是多大的规模？然后我在讲它的汽车，涵盖能源车、电动车，就是这个所有的内燃机的所有的车子，各种车款。去年中国大陆整个出口641辆汽车，相较于4年前成长了6倍，6倍。所以呢，你就看到就是它这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汽车的成长，那等比级数的增加，所以未来它的经济的成长，它的制造业的发展，我请问美国，就算是中国大陆4.5%好了，你几趴？10年之后这样一个差距，它会不会有机会追上美国呢？我觉得很快，而且很可能。好，来请教将军。我们从拜登讲的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在看的这次来讲所提名的，包括他从 CIA 到他的准国安顾问，到国防部长、国务卿等等这些人，所共同表现出来就是一副这准备鹰派对抗中国的这种态度，已经摆明得很清楚。那我觉得这反而凸显出美国陷入一种这种非常的焦虑跟不安的情形。因为美国他们奉行的就是修昔底德陷阱。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说，他绝对不允许第二个强权新的强权能够冒出来，他必须要在新的强权冒出来之前将它打压下去。所以我觉得中美两国在未来的时间一定是不管在各方面都会很强烈的竞争。那我们看一下中国有没有机会超越美国？为什么美国这些这个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团队里面会这么的焦虑？我们不管从军事上面、从经贸上面、从科技上面，甚至于从大国的国际外交上面，我们都看得出来。虽然说有些部分来讲的话，中国可能还落后于美国，可是有些部分来讲，很明显的已经超越了中国，尤其是在这个军事科技方面来讲的话，甚至于造船业来讲，已经遥遥领先美国，所以美国才会显得这么焦虑不安。那我们看到美国会采取什么手段？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利用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他认为俄罗斯强大，他必须要把它打压下去，所以他是去挑弄乌克兰去打压，去跟这个俄罗斯开战，想要借这个机会将俄罗斯打压下去。那打到现在的结果，我们没有看到美国除了提供军火跟这个拱火之外，没有看到美国任何一个军人到这个战场上面。反而在最近来讲，当乌克兰战况陷于不利的时候，他这个逼着泽伦斯基要将征兵年龄降低到18岁以下。那大家看，在比对我们现在台湾，这个美国强迫我们说是要将我们打造成豪猪，是不是也有这种既视感？就逼着我们台湾去对抗中国，他不会自己来对抗中国，他要我们台湾这个站在第一线，当做马前卒来对抗中国。所以我可以预言，如果说是我们台湾自己这个民进党政府不硬起来的话，这个美国一定会强迫我们台湾要将我们打造成豪猪。第一个就是人要够嘛，那我们现在兵源很明显的不够。我甚至于预判说是，如果说是美国采取这种要将台湾打造成豪猪政策的话，他可能会叫我们台湾比照乌克兰一样，将这个士兵的役期这个从1年义务役的役期从1年提升到2年，甚至于2年提升到3年。因为我们现在的役男来讲的话，这个少子化越来越少，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算是提供给我们再多的武器，提供我们再多的装备，但假如说我们人手不够，没办法操作来讲的话，你还是没办法达成豪猪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是，这对我们台湾真的是大家要警惕，要警觉，是不是要如美国所愿，我们当一个豪猪？那当一个豪猪最
最直接、最了当、最切身相关的，就是我们的一男一媳势必一定要从1年提升到2年，甚至于是3年。那试问一下，我们国人愿不愿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小红书现象哦。突然之间，你周遭的人都开始在聊起小红书了，不再是那些年轻女孩子在上面看一些什么美妆啊，或是什么保养啊，而是怎么好像所有的外国人、明星什么都开始纷纷开启小红书账号了。那就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这个 TikTok 禁令正在倒数，到礼拜天 TikTok 就要关闭了，所以现在美国他们就是要赶快，是不是要喊卡呢？因为据传川普考虑用行政命令来暂缓执行哦。但是现在 TikTok 感觉好像要硬刚哦，就说与其等你来关，我不如就宣布1月19号全面关闭在美国的应用，所以导致非常多原本在使用 TikTok 的美国人，他们自称为难民，涌向了小红书哦。那他们用户讲说，这叫做美国式的抗议啊！你越是不让我们用 TikTok， 越是说我们的资料可能会传到中国大陆去，我们就直接去中国大陆来这个进驻到小红书，让中国大陆直接可以拿我们的资料。他说这叫做是美国式的抗议，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人讲说，那拿我们资料会怎么样呢？就是所以很多一些 TikTok 的，他们叫 TikToker， 他们就觉得说莫名其妙，所以他们干脆直接去玩小红书啦。那他们说宁可去用这个简体字，他们学习简体字都不要去用 Meta， 就是 Facebook 母公司的 IG 啊，就是我们一个抗议，无声的抗议啊。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100年未有的大变局哦，今天有这样的一篇社论，用这个标题我们也引用一下。这个大变局竟然是美国人在用小红书哦，那很多美国人进去之后发现，这个熟面孔。这个马斯克的妈妈也在小红书里面哦，他们讲说，哇，你怎么也已经在这边进驻了哟？所以这个还冲到了微博热搜的第1名哦。他们讲说，哇，就竟然马斯克妈妈这么有远见，早就开了小红书，大家就去留言，他留言一度太多，所以他的那个马斯克妈妈还关了这个留言的机制哦。那就连这个 NBA 的球星哦，也是去到那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大陆的商家哦，都开始纷纷就看到这一波商机，这么多的外国人涌入到了这个小红书里头哦，因为小红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草带货平台，他们就现在开始要用中英双语来开始介绍他们的产品了，所以一夕之间小红书变得超级国际化，那连美国的教授啊，还有一些网红啊、美女啊什么的，通通都进入到了小红书。本来小红书好像是一个教你怎么样运动健身啊、美妆啊、什么什么彩妆啊、种草的一个平台，突然之间变得很 TikTok， 就开始有一些唱跳啊，或者是影音啊全面的加入，因为小红书才在1-2年前开始增加它影音的部分，现在一下子补齐全了呀，然后有这个有如神助来自国外的很多的影音的这些创作者的加入。那你看这他们还有感而发，就说哇，这一次到了小红书才发现啊，原来跟中国的人交流这么好啊。我们来看看美国网友的一些讲法。Americans are learning Mandarin so that they can go use RedNote or Zhongshu, and all of the people over there are the nicest people ever. Y'all want us to hate the Chinese people so much? All of my first interactions with Chinese people are them being the nicest people on earth. They are so welcoming to us. I think 2025 is off to a great start becaus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aid you guys are going to have to use Instagram and Facebook, and the Americans collectively went, nah, we'd rather learn Mandarin and then jump ship to RedNote. 你好，谢谢我的猫，谢谢我的猫，我谢谢我的猫，谢谢第一遍。
还不止如此，我还看到好多外国人开始唱中文歌所以真的是一个小红书这种很魔幻的现象啊。那你看，连小红书他们现在都贴出来哦，就说要紧急招募英文内容的审核员哦，要求大学英语要6级，就是425分以上哦。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中美民间交流的一个新平台啊。那他们说，竟然还有很多人翻一翻小红书，认识了中国。认识到了中国，然后就看到中国的产品，好想要。他们就讲说，哇，这反华多年的宣传一系破功哦，因为他们看到了，原来就是这个西方主流媒体告诉我们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真的真相哦，然后反而是直接跟这个中国大陆的网友们互动啊，创造了这样子意想不到的交流平台。他们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还有呢，有人看到，哇，中国的电动车好棒哦，原来这么棒，美国不让我们买，是有别的原因吗？我们来看看。While lurking on Rednote, I found out about this car, and America is like free and fair trade for everyone. Capitalism. We can't sell this car because it's Chinese. They sell in pink. It's like $15,000, which is affordable. So affordable. Look at the inside. It has so many good features too. 对，还有好多人介绍它，还不止如此哦，还有仰望 U8、小米苏7啊，都很棒啊，就开始有这样的交流起来了。那你看哦，这个中国大陆就称为这叫做洋务运动哦，就是西洋方面呢领悟到了原来跟中国大陆的交流啊，但是呢，接下来他们的这种感受就是很难过，因为他们说哇，原来我们美国已经变成了第3世界国家，发现了华为手机也好棒哦，大陆的科技创新也好棒哦，强到可怕。但是美国已经摩拳擦掌，接下来好像也要来限制小红书咯。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我预测也是如此。美国下一步就是限制美国老百姓上小红书，小红书没有在美国发售啊，那一定会这样的，因为这个跟美国政客啊所宣传的中国形象、中国的这个现状啊差距太大。对，如果说不能够把小红书禁掉的话，那美国的政客在美国，尤其这个年轻人哈，所谓网络世代人来讲的话，更是一群骗子，因为他这个小红书啊，赤裸裸的拆穿了美国政客啊对中国撒下，对美国人就中国哈，对美国人民撒下的瞒天大谎。对，所以他们我觉得这些美国年轻人太兴奋了，发现一个新的大陆，所以我觉得大陆不必须去做什么事，就等着美国把小红书也禁掉。他是会 block， 他不让中国大陆美国的人上小红书，所以还要逼着他们也要翻墙了啊。美国人翻墙，逼着他要翻墙，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本来就是很虚伪的，他讲的什么开放、民主、自由、包容。都是经不起考验。只要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些核心的这些利益团体、政治团体的利益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一定会出手。什么规则都不管。像 TikTok， 我们已经讲说，美国不是一个开放社会吗？对不对？他是什么都可以接受的，这是美国的，他们最主以为结果要把一个外国进来的一个这么受美国人欢迎的这个社交平台把它禁掉。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啊。那没想到他们要把这个中国社交平台封掉的时候，美国人年轻人网络时代又发现了小红书，对，发现了更多的事实。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美国，我觉得他就是说无法应对的，最后就是把它封掉。可是呢，我觉得就变成跟中国大陆开放这个免签进入大陆观光一样啊。你只要有其实，你有这个事实存在，有这个实体存在，必有其名，你一定会得到你该有的名声的。对，中国本身是富强，是这个好老百姓是安居乐业的啊，中国人民是友善的，然后中国大陆的科技是发达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这些是事实的话，那任何人他想要去掩盖，都只能一时的。所以有其实必得其名啊。那现在美国的时事就是说他不如人家，所以呢，他最后就是要靠什么？污蔑别人，然后呢封锁消息，然后呢制造一大堆谎言。可是掩饰得住吗？一个小红书就把美国的政客
通通打脸，打到脸都打肿了。好，来请教杨老师。我觉得 TikTok 其实现在它的命运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哈。百折不挠的 TikTok， 我觉得它其实更加的国际化的机会还是存在的。那小红书一系翻红啊，对不起，真红了，这2个礼拜都很红啊，真的很红了。这显示说国家权力啊，它告诉你什么不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用，因为影响到它的国家安全。那国家权力也告诉你只能够看什么，只能用什么，因为背后是它的金主在操控，在赚钱。你现在慢慢都了解了，那特别在小红书的这个使用上，那发觉到新的民间互动出来了，更了解中国。我觉得中国人去了解美国，其实管道好多，但美国人了解美国以外的还真的不太多。美国人了解不同州的人都不太多了。那你现在透过小红书，了解到中国人都很 nice， 然后呢，他的产品很有竞争力。对不起，不是很有竞争力，是都很想要。然后呢，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啊、数字经济啊，各个层面，以及它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政治人物跟国家权力控制不住的，因为现代的科技跟全球化真的越来越把人民结合在一起。你用不断的仇恨政治去洗脑啊，这只能一时，连这些现在别的国家都不太听你的了。所以当这些小弟发觉做大哥的时候，已经不再这个发红利给大家，反而是要大家输血。他在做一个吸血的这个机器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公共之恶就出现。那他当然就看到另外一个大哥呈现给我们是一个科技，是一个开放，那是一个包容，是一个不介入。这个差别就出来。那这个时候小红书代表的只是一个面向，这个面向是在 TikTok 要被禁了，那些 TikTok 难民怎么办？他又不愿意回去这个美国这个老大哥 Uncle Sam 告诉你，你要不然用 Meta， 你要不然就要用 X， 对不对？那所以呢，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觉得反正都是给你看我的资料，在上面又学不到怎么做菜，所以 TikTok 他就发觉到，有另外一个小红书，这样一传传出了，那小红书现在好急哦，要找好多人，不只是说在所谓内容审核哈，这个可能是接下来小红书的一个大考验。它还有什么东西？它更加的国际化，这也是小红书现在接下来一个机会。将来大陆的好多真的好多的这些 APP 啊，走国际化的可能性啊，越来越广泛。我觉得接下来会有好多小红书、大红书、中红书啊，都会来了。小红书们要陆续出现了。将军，我特别要说一个国力的展现，除了说我们看到具体的，不管是在科技、军事还有经贸方面，其实最无形的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那文化力量怎么样传播出去？我觉得就是靠这种小红书啊、TikTok 这种，才可以将这个文化力量传播出去。那文化事实上也是一个整体国力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看到以前韩国来讲的话，那以前韩国刚开始不怎么样，但是它的影剧事业发达以后，那全世界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大家都疯狂于韩国的这种电影或者是戏剧，这就是它文化力量的展现。那如果说是为什么小红书可以这个胜过 Meta 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 X 这些平台，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演算的方式，跟 TikTok 一样，它这个经过这种演算以后，他知道你使用者你喜欢看什么东西，你需要什么东西，他就将这个东西推给你看，所以说很容易就我们讲比较粗俗一点，就上瘾了。对，我每天可以看到，不是看到一些垃圾的讯息，我可以看到我自己想要看的讯息。对。那第二个，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它可以利用这个小小一个手机来讲，可以编辑自己的这种展现自己自我。我们从 TikTok 跟小红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哈。我们里面可以看到，不管是跳舞的，像我这种年纪，有时候看年轻人跳舞，原来不怎么样，觉得那舞真的跳得真的好，有些歌声好，老人家唱的歌声也都非常的美妙，他有机会去展现他自己，所以我觉得小红书或者是 TikTok 迷人的地方在这边，但是很遗憾强大像如美国，它居然号称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居然容不下 TikTok， 然后当然呢，最早说是马斯克说是要购买，可是目前好像马斯克也没有这个真的是要出手购买 TikTok。那我觉得当小红书出来以后，我觉得可以促进中美两国民间的一个交流，让美国很多的民众他可以更了解中国到底什么样，是一个爱好和平，然后繁荣进步这个一个国家。来关注一下哦，现在连加州的大火都要扯到中国大陆吗？你看到 NBC 的记者跑去问，在这个大陆的外交部的记者会的时候啊，就说，哎呀，现在这个洛杉矶的大火，当地的民众啊，中方有没有考虑要提供一些具体的援助呢？那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他就讲说，我们这个有看到现在发生的严重山火，对罹难者表示哀悼，对伤者还有伤亡的家属表示慰问之意哦。那因为现在目前呢，川普好像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他跟这个纽森的仇啊，好像要借此来发挥一下。他说呢，这个致命的山火爆发之后，加州的官员在这场火灾当中展示出了无能啊，要求加州州长纽森要辞职，而且呢，还说加州缺少水资源都是纽森的错。他说这个破坏程度比起这个核武击中还要更惨烈，那所以感觉好像要刻意放大这个纽森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治理的状况啊。那为什么要针对纽森呢？除了他们本来就是死对头之外呢，这个纽森跟中国大陆关系其实挺好的。纽森好几回去到了中国大陆的访问那甚至呢在2023年的10月还在北京跟习近平有见面纽森就有赞扬说，中国发展取得非凡成就，而且承诺加州愿意做中国长期稳定强劲的合作伙伴但是这一回就是有一些美国媒体在讲说，好像没有看到大陆在帮纽森讲话啊，是不是刻意的就不发言啊，以免引火上身之类的。所以现在是不是显得这一场火烧成了中美之间的外交事件呢？好像刻意要碰瓷，或者是说要把中国大陆扯进这一场火当中吗？那再来我们看看，其实加州的确是这个华人在美国来说的话，华人占比最多的州，占全美华人总数的36%，而且中国大陆跟加州都有定期在举行一些交流啊，或是论坛像是2023年的这个经贸论坛就是在洛杉矶举行的。那还有呢，很多的加州的一些商界啊，他们也都有跟中国大陆有一些贸易的往来。中国大陆的市场呢是加州他们第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中国驻洛杉矶的总领馆呢，他们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大陆跟加州的贸易总额超过了1370亿美元。所以呢，这就呼应了，就是中美的基础在民间，而且这个中美民间的基础重中之重就是在加州所以是不是美国的记者要特别来问说，这边有这么多这个华人，那你中国没有一些表示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有套路或者是刻意来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他们还对比就说日本在这一回已经有捐了200万美元的山火的这种救援援助，那中国大陆你难道没有表示吗？好像现在都要变成一种刻意把中国大陆给扯进这一场火里头来那再来我们看看洛杉矶他们现在的确又遇到了一个飓风级的焚风导致现在火势蔓延速度又加速了。那短时间之内就烧毁了22.6公顷，快要接近一座大安森林公园的一个大小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关的一些画面就还有一些那种夫妻他们在拍影片，他们就说真的是求求上帝来救救我们的家。我们来听听看。Hey babe, I need you to come out here right now. We have a very big problem. What? Holy shit! Oh no! Babe, we gotta go. Oh my god. No! Spray the roof. Please, God, save us. Save our house. Please. Bye.
而且现在这个损失的金额一直在往上升从500亿美金，大概1.5兆台币现在一路上升到了6.5兆台币左右那加上这个焚风加剧就有一些地区他们的控制率已经是降到了0，就是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导致这一个等于说灾祸的状况不断在上升当中。那到底肇事原因是什么？现在众说纷纭。那美国的联邦机构也启动了调查，他们就猜测可能是掉落的电线或者是蓄意纵火乱飞的烟火甚至是跨年的烟火或是之前灰烬燃烧的这种余烬又复燃所以现在很多原因大家都在找寻最终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引发出这一场大火的这个罪魁祸首那这其实这个野火烧不停，也可能导致奥斯卡也要面临到被取消的状况这恐怕是97年来史上头一回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的洛杉矶大火可能不晓得到最后会不会算是美国最大的一次天灾其实美国历史上其实天灾蛮多的比如说上个世纪的时候，美国这个华盛顿州火山爆发，那时候也是蛮大的，整个城市烟雾弥漫然后其实美国在这个20世纪初年的时候它在整个中西部有一种大狂风暴叫黑色风暴那个在美国人历史已经都不多了，因为我曾经在那个区域服务过，我就看过他们的黑风暴那是因为美国当时这个开发的时候把中西部大平原的这个草原还有森林破坏太多以后它会从落基山脉开始吹一种黑风暴，一直吹到美国的东岸然后这个黑风暴一过去的话，可能就是好几个小时，很多人如果陷在那个风暴里面会窒息而死，所以也是非常严重。那是因为环境破坏。后来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它那个种树的方式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说开垦为农田的方式它就有不同的方向，它给它改了方向。然后过一段时间它要种一些树林，就是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叫 Black Storm 可能美国人都不太记得了。那现在我觉得这个本世纪美国除了这个美国的 Katrina 飓风以外那可能最严重的除去还有一个就是旧金山北加州的地震以外这次南加州这个火灾这是美国我想目前的这个最严重的天灾。不过这个天灾里面有一些人祸，这个人祸事实上的话就是现在川普不断在揭露的。那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加州的森林可能在过去几十年它常会去疏林，这里面的这些腐木或者倒的这些树它都要去把它整个要整理的，然后不会让它烂在那个地方。可是因为环保的关系，那么我看的报道是说，因为环保的关系，加州州政府这些年都没有做这些工作。另外就是说，既然这个最近10年有关加州的山火已经这么频繁了那这个整个的加州州政府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导致这一次山火，那么别的原因不讲，它缺水严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缺失所以基本上加州今天面临这个情况危机还没解除。那么即使这次解除，我当然不愿意做这种负面的预测它如果没有对于这个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来解决山火的问题加州还是蛮危险的。那当然中国大陆跟加州的关系是非常好，加州也重视跟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陆的关系，因为美国是一个横跨两洋的，他们在东岸跟这个欧洲的旧大陆关系比较深，可是呢在西岸就跟太平洋的彼岸关系比较深，所以呢你要说现在这个华侨最多的这个地方当然是在西岸，而且西岸就是说事实上在开发的时候，我们要看加州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那么我看过的历史就是旧金山曾经一度华人是最主要的居民，他的人数超过其他任何族群。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美国修铁路，那么从中国的这个沿岸省份招募了很多华工来帮他们修铁路。那所以在西岸的华侨社会呢，不只是有华工来了以后，后来很多知识分子
甚至一些各方面的人士都到了美国。可是很不幸的，美国在80年代开始一个排华法案，而且就是因为中国人太有竞争力了，所以很多这个在加州在西岸的这些华人受到美国的这种种族的屠杀非常多年，有一些这些中国城都整个被这些其他的族群欧洲的移民把整个焚烧了。所以今天美国这个国家有这个规模，说实在西岸的开发，还有横贯东西的大铁路，中国人都有非常大的贡献。那这个贡献在美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得到这个怎么讲呢？正确的承认跟一种感激的态度。那即使到今天，加州的这个经济能够那么活络，加州成为这个美国最富裕的一州，那还是跟华人在这边这些把它跟大西洋彼岸这些带过来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这个加州的这个国际这个整个的脉络是有贡献的。那当然中国大陆是不干涉他国内政，尤其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大陆采取这么大敌意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讲的这些话就已经足够了。那么中国发生很多天灾的时候，好像美国政府有的时候连说都不说。所以我觉得事实上的话，你说真正考虑到跟这个 Newsom 的关系可能也没有这么到这么敏感的部分啦。那可是就是说，以今天世界上头号强国、头号富国它出现这种问题有一半是他自己造成的情况之下，他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完全动员，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郭家坤讲这些，就是说对死者、对伤者表示慰问我觉得已经尽到一个国家应该有的、应该做的作为了。对。好，来请教杨老师。美国的媒体真的在这一次的加州山火事件呢，也是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然后呢，帮自己的老板以及支持者在讲话。你看到主流媒体，也就支持民主党的媒体，在加州的主要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一次的灾情是多么严重的天灾、气候变迁，然后呢，整个干旱使得在整个救灾的过程当中消防员多么的努力，以及这些灾民如何去抢救他们的宠物狗，就变得画面好像是既悲伤又无奈又很温情。可是右翼的媒体福斯电视台就跟川普一样，不断的在骂，就是你加州州长，就是你洛杉矶的市长，人祸造成。所以这个已经更加显现美国在这一个天灾加人祸的加州山火，媒体各拥其主，然后呢不去做深刻的检讨，那政治人物当然就没什么压力要去做一个制度、法律或者是治理上的改变，因为这个改变会牵扯到既得利益的影响。1994年加州通过一个法律，水应该本来都是加州人民的，结果他允许私人去做投资水坝、蓄水池，拥有水权，过多的水还可以卖给政府，可事实上它只是在字面上而已，所以才会使得加州也同时发展农业，农业就要灌溉。可是这10多年来的干旱，这真的是天灾，尤其这一阵子的气候变迁，我们在台湾很清楚，夏天的时候热到什么程度。对，所以呢，但是你怎么样，加州政府或者是联邦好了，它也算美国的一个联邦之一嘛，你联邦难道没有角色吗？加州的政府怎么去面对这样子农业灌溉跟就是紧急的用水，然后蓄水的准备，那怎么样平衡？那这就是个问题，因为牵扯到什么？基本的利益，基本的利益。所以在你看到最近它越来越出来，就是在显现出体制上的问题。有一个蓄水池它可以大到有1.2亿加仑，可是从去年2月它就在维修到现在没修好，而它就是最接近这一次最大的火灾区域的蓄水池，1.2亿加仑，你想想看。那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就有一些私人救火队，
这马路这边都烧掉，这边都 OK 的，为什么这边有钱人就把私人救火队从 Arizona 找过来，1个小时2000块？那你就看到贫富之间的差异。那可是你就不禁要问了：私人救火队可以救得了火，为什么政府救不了火？这不是治理的问题吗？好，来请教将军。这次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失火已经烧掉2000亿的美元哈。那2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这个美国今年度的国防预算是8700亿，也就是说将近有1/4的国防预算钱已经烧掉了。但我想说，美国应该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了，它国家这个量大体大，它只要印钞票，应该可以再印个2000亿的美金来讲的话，应该就可以支付这场火灾的损失哈。可是这场大火里面，我们看出来，其实烧出美国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是他们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像杨教授刚刚所讲的，就是感觉上面好像说，你只要有这个有钱的，我看到有个社区来讲的话，它社区完好如初啊，隔壁隔一条街整个都烧光了。那为什么呢？就是他可以请1个小时2000块美金，请这个私人消防队来灭火。我就是有钱，我就是有这个能力，虽然说很贵，可是有钱。另外来讲的话，就像是这个水来讲也是一样，也是一个资本主义。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垄断整个加州90%的水的资源，就整个垄断掉。这就是资本主义，那完全是没有站在以民众为主的立场来看。那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看得出来，它这场大火烧出来，第二个问题是它基础建设非常落后，包括它居然消防栓里面这个没有水或者是说整个消防体系来讲的话，建立的不够完整。甚至于火灾发生之前，他们没有任何的预防的措施。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你最起码要有巡山的动作嘛。你如果人面积太大，你没办法巡，你可以利用无人机或这种先进的装备来实施巡山，在发现火源的第一时间立刻将这个火灭掉。那甚至于听说有可能这次引发火灾的是因为电线走火造成的，那也凸显它的基础建设不行。第二个，我觉得它整个体系来讲的话，发生了火灾之后，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救灾的系统来建立，然后统一指挥、统一来调度，一直到今天为止，这个死亡的民众逐天在增加，这在一般的国家社会里面绝对是不可思议。你说第一时间可能会有人伤亡，但是随着时间久，应该更容易控制灾情，应该更容易知道火灾的发展的形势，然后将人员做有效的疏散。但是随着时间越久，我们发现伤亡的人数反而更多更加的增加，这代表美国整个救灾体系也出了问题。第三个，我觉得凸显出来的问题是美国自己党政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如果说是发生在其他国家，会觉得不可思议。这民众已经我们讲水深火热这就明明就是火热了嘛。之前这个飓风来是水深，那现在是火热，民众已经陷于水深火热的状况之下。我们看到两党的政治人物，不管是川普、拜登，或者是州长，还在那边互相喷口水，而没看到一个统一一体的一个救灾的体系，或者提出什么具体救灾的方法，或者是安顿灾民的方法，完全没有。然后任凭这些灾民自己去这个租房子，然后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租房子的这个房东来讲的话，利用这机会也大发一笔财，提高这个房租的价格。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来讲的话，这次所烧出来的这几个问题。